在海军方面，以前是我国的一大弱项，但是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目前已经基本上赶上来了。只不过我国海军还是存在一处短板，其实这处短板，相信关注军事方面的人大多数都是知道的，也就是我国的反潜能力，并且尤其是反潜直升机不仅数量比较少，而且性能也比较落后，因此这也就成为了许多人的一块心病。我国使用的反潜直升机是直8、直9以及卡2-8等型号的反潜直升机，但是到现在这些型号直升机的性能已经不能满足我国海军的作战需求了。比如直9，它就没有办法同时实施搜索以及反潜作战，而直8它的个头太大了，并没有办法在大部分的舰艇上使用，因此一款新型的能满足我国海军作战需求的反潜直升机就成了我国的迫切需求。而直20反潜型就是为了弥补我军在反潜作战这块短板而出现的，因此直20反潜型对于海军的意义就相当于空军装备了歼20一样。近日检视网站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的微信社交媒体平台上公布的一张图片判断，哈尔滨飞机公司的直20直升机反潜型即将在中国海军服役。其实由于美国近期在我国边境海域的频繁挑衅，所以近来我国的海上军事演习频率有所增加。这张照片最初其实是在1月初向公众发布的，照片上显示这架直升机在海上飞行。鉴于这张照片是由南海舰队发布出来的几张照片中的其中一张，可以推断是最近的大规模演习期间的照片。而这张照片上的直20反潜型直升机已经在一个未透露地点的地方参加了海军的演习。像直20这样10吨级的通用直升机几乎是公认的作为反潜作战的首选平台，因此自从它首次露面开始，国人就一直在期待着直20早日上舰。其实海直20的模型最早是出现在052DL 型驱逐舰上的，然后第一版海直20就出现了，而最近亮相的海直20被普遍认为是完整版的反潜型。据悉，海直20与陆用版的相比，它使用的复合材料比例更大，因此它的机身重量更轻，因为它需要适应海上的高湿高盐的环境。而在海直20中，反潜型又是科技含量最高的机型，因此它也是价格最昂贵的直升机。此前在世界上能够生产出高水平反潜直升机的只有美国，这比能够生产隐形战斗机的国家还要少得多。比如美国的海鹰反潜机就是全球性能最强大的专营反潜机，因此它的价格也很贵，高达1.1亿美元一架。那么我国的反潜版海直20的性能怎么样呢？有分析认为，国产版的海直20反潜版也是一款高端的反潜直升机，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它是一款国产直升机，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技术水平已经几乎接近了美国的海鹰直升机水平，一般的国家是装备不起的。因此，如果海直20反潜版服役，那么中国海军又将接受一员猛将，配备到像055这样的万吨大驱上，那么它的综合战力才可以说是世界最先进水平了。随着现代化战争的出现，战斗机无疑成为了信息战中的主力。目前，第5代战斗机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战斗机，其中美国的 F-35战斗机备受争议。此前，美国方面宣布无限期搁置 F-35战机的全量生产，毫无疑问，这对其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美方的测试报告显示，该国的第5代隐身 F-35战斗机目前有871缺陷，其中包括软硬件缺陷。越南军事行动网站援引彭博社报道，美国武器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与五角大楼合作，解决 F-35隐形战机面临的软件问题和技术挑战。该报道表示，尽管 F-35有很多缺陷，但到目前为止，这种战斗机仍被认为具有很高的作战性能、良好的任务准备和技术效率。报道称，由于该报告尚未发布，目前尚不清楚这些错误是什么，也不清楚它们将对 F-35的现成服务产生什么影响。目前很难评估这些缺陷的严重性，因为其中一些缺陷可能会出现在软件和硬件升级和维护的定期清单上。洛克希德马丁集团发言人布雷特·阿什沃斯说，在871个缺陷中，约70%被列为低优先级或由 F-35联合计划办公室处理。目前没有关于生命或身体部位危险类错误的报告。F-35的软件设计是目前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每一次成功的软件升级都将提高武器的机动性，增强处理功能，扩大 F-35的任务范围。据悉，美国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目前正在使用 Block IV 软件，该软件使 F-35能够在美国飞机上使用先进武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升级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错误。但美媒认为，只是小错误而不是严重错误，是测试、优化和升级过程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在改进了软件之后，F-35经常被测试、修改和部署，
以执行适合它的任务。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什么许多 F-35故障而不影响作战效率或可用性。报道称，多年来 F-35经历了几次软件升级，每一次都获得了战斗机的新功能。然而，由于最近的一些技术错误 ，F-35可能会使 AIM-9X 导弹或其他武器偏转。借助现代 Block IV 软件 ，F-35可以在未来几年内发射雷神防御公司生产的智能炸弹风暴断路器。据雷神公司介绍，风暴断路器可以改变飞行方向或保持其向40海里外移动目标的轨迹。此外 ，F-35还与自动避碰系统集成，通过防止地面可能发生的碰撞，帮助挽救飞行员的生命。该媒体指出 ，F-35除了有硬件和软件缺陷以外，从现在到2025年将面临100亿美元的预算赤字。在此期间，它被用于 F-35的研发、采购和维修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五角大楼的成本分析部门估计，这项计划将耗资880亿美元。众所周知，早在1992年的时候，俄罗斯就与北约国签署了一份开放天空条约。该条约生效后，签署过该条约的缔约国将能够在短时间内事先通知后对彼此的领土进行非武装方式的空中侦察。据了解，开放天空条约签署完成后，各个缔约国之间就进行了1500多次的侦察活动。然而，在去年的时候，美国方面却突然正式退出了开放天空条约。美国这次退群之后，预示着俄罗斯方面不能再继续对美国领空进行空中侦察了。所以，俄罗斯方面对美国的这一举动表示非常遗憾。可是令人没想到的是，就在美国退群的几个月后，俄罗斯方面竟然也开始退群了。据俄罗斯 Top2 网站报道，俄罗斯方面将会退出开放天空条约。虽然说这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但是俄罗斯方面为什么不在美国退出开放天空条约之后第一时间也退出该条约，而是选择现在突然退出这一条约呢？不得不说，俄罗斯的这一举动的确令人感到疑惑。对此，该媒体指出，此前美国单方面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时候，俄罗斯方面怕美国盟友会向美军泄露他们在俄罗斯领空所侦察到的消息，所以俄罗斯向北约的缔约国发出了警告，让他们保证不会向美国泄露他们在俄罗斯领空所侦察到的一切消息。但是有些国家却无视俄罗斯的警告，拒绝向俄罗斯做出保证。所以说，俄罗斯方面才会选择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因为这些国家不向俄罗斯提出保证的话，他们肯定会把从俄罗斯领空侦察到的重要消息与美国分享。这样一来，美国就能知道俄罗斯方面的一举一动了，并且最为重要的是，俄罗斯方面没有任何方法能够得知美国的消息，因此这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公平并且很危险的一件事。由此可见，俄罗斯方面这次应该是顶不住了。如果他们继续执行开放天空条约的话，那么他们今后的一些举动依然会完全的暴露在美国人的眼中，这样一来，他们的损失将会变得更大。所以说，俄罗斯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这一举动非常明智。不得不说，这些北约缔约国的做法确实有些得不偿失，因为如果俄罗斯继续履行开放天空条约的话，他们还能够得知俄罗斯的动向。这次把俄罗斯逼退群了，他们自己也无法得知俄罗斯的动向了。但是通过也有国家听从俄罗斯警告的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北约内部很可能也已经出现了一些分歧，美国的地位大不如前。